他垂眸看了一眼，说：那你帮我买样东西。你想要什么？你拿着银子给自己买双鞋，穿双好鞋你也能走得快一些。衣服你如果不介意的话，就穿我给你做的。傅青有些脸红，毕竟自己做的衣服实在是拿不出手，可手里这点钱只够买一双鞋的，根本不够在外头买一套成衣的。周应怀低头看了一眼，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妥。还能穿一段时间，等真的穿不了再说吧。周应怀转身出去，根本没动傅青给的银子。片刻后他再进来，便是端了一小盆的温水。乐安没拉没尿，根本不用喜欢，这盆水是他端来给傅青洗漱的，像他以前伺候自己时一样。周应怀端了个小凳子，把水盆放在上头，给傅青拧了帕子让他洗脸后，又把水换到另外的盆给他洗脚。傅青有些不大自在。我可以去外头洗。陈大娘说坐月子不能吹风，我不懂，但是她年纪大有经验，她说什么就是什么，免得以后落起病根了。以前你帮我洗澡的时候都没害羞，现在我就帮你洗个脚你又害羞了。提起帮他洗澡的事情，傅青的脸唰都红到耳根下了。低低的笑声传来，傅青更是不敢抬头。行了，脑袋都要埋进去了。周应怀指了指床上安睡的小乐安。嘘，一会儿孩子要闹了。傅青看看女儿，脸红得更厉害了。周应怀帮他擦了脚，这才自己出去洗漱。等他回来时，傅青已经睡着了。他现在不是瘫子，小乐安睡在中间，大概被挤得有些不舒服，皱着小脸哼哼起来。明天让乐安睡里头去吧。为什么？我怕压着他。怎么了？为什么？我怕压着他。怎么了？周应怀，我有点难受。傅青脸颊通红，额头领口都已经被汗水打湿了。他把手背贴上去，烫得他立马缩回了手。是不是今天受凉了？不知道。周应怀，我有点难受。天还未亮，请了大夫怕是也不愿意过来。你再等一等，一会儿天亮了我就去请大夫。不是这个。那是哪儿不舒服啊？很疼吗？我现在去请大夫。不用，你去请陈大娘过来一趟吧。闻言，周应怀急匆匆地出了门，连夜敲开了陈婆子家的大门，把人给带过来了。周家媳妇儿，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吗？傅青看了眼周应怀，有些难以开口。到底是哪里不好？开口。到底是哪里不好？都是一家人，你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这里像是压了2块石头，很疼，难受。周应怀，你去烧点水，要热乎的。孩子吃的不多吧？这可不行，就算孩子吃不完，你也得想办法弄出来，要不就像现在这样堵住了，堵住了自然就会发烧，要是再不挤出来，过1、2天就没了，孩子可就吃不着了。说着，陈婆子直接上手，疼得傅青那是一个机灵啊。等周应怀烧好热水端过来，陈婆子已经累出一脑门子的汗来了。多喝点水，多休息，一会儿做早饭我再过来。周应怀把热水放在桌上，有些手足无措。这热水是要洗什么？你放着吧，陈大娘告诉我了。你还在发烧？躺着吧，我来。他拿着手巾，动作轻柔地给傅青擦着脸。我自己来。饿了吧？
我给你弄点吃的。莫名其妙。我来。你还在发烧，可不能再吹风了。乐安还小，可受不了风寒。哎，这衣服是沾了什么？怎么怪怪的？换下来的衣服就是脏的，你管它沾了什么？你把衣服放着，明天陈大娘来了，让陈大娘帮忙洗一下。周应怀怕吵醒孩子，便没有再说，拿了东西就出去了。爹，你大半夜的洗什么衣服啊？顺手洗了。你快点睡，明早跟我上山。少宇应了一声，听话的进去接着睡。隔天清早，父子二人上山时，特地给陈婆子留了门，让她帮忙做早饭。隔了这么多天，村里人上山打猎的热情早退了，只认命的做个庄稼人。周应怀拿着自己以前打猎的工具，带着少宇上了山。到了半山腰，少宇想去看看自己的陷阱，却被周应怀带到了更深更远的地方。想做猎户吗？少宇一愣，没明白他的意思。周应怀又重复了一遍，问他道：我说，以后想跟你爹一样做个猎户吗？少宇反应过来，眼里亮着兴奋的光。想。周应怀看了眼身后的密林。从今天起，我教你打猎的本事。不过你年纪还小，你娘应该不会同意。我不会说。少宇掷地有声。周应怀抿起唇角。那就用心学。父子二人去了将近半个多时辰，等出来时，只见周应怀手中拎着2只肥硕的兔子，而少宇则是颗粒无收。周应怀在前头走着，少宇垂头丧气地跟在身后。到了半山腰，见前头就是自己设下陷阱的地方，少宇不甘心的想说去看看，万一有猎物，自己也不算什么都没猎到。见他情绪低落，周应怀只得答应他。2个人正往那边走呢，突然听见前头林子里一阵窸窣的动静。爹，让我来。不是猎物。话音落下，有人从林子里走出来，手里拎着一只活蹦乱跳的野兔。那人脸上难掩笑意，只是这份笑意在看见他们父子二人时，瞬间僵在了脸上。但有说。哇！少宇惊讶地看看他，又看看他手里拎着的兔子。你这是打哪儿来的？王大有面红耳赤，根本没法开口自己是从哪儿来，更不好解释他手里的猎物正是从少宇的陷阱里拎出来的。见他这样，少宇心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王大有实在没脸，跟周应怀干笑2声，便想离开。周应怀也不作声，只冷冷看着他手里的野兔。爹，是他！王大有心头一紧，下意识地抓紧了手里的兔子。过来，拿着。少宇还在生自己的闷气，哪里想拿什么兔子啊？拿着。把猎物交给少宇后，他转身就走，半句都没有理会过王大有。爹，你明天还带我上山吗？弄了个陷阱，没想到这猎物还被人给抢走了。明天继续。听见周应怀这一声，少宇整个人才开心起来。王大有就在他们身后不远处，想赶着时间把野兔卖了，但又没脸跟得太紧，手里的野兔越来越烫手，他甚至都纠结着要不要把野兔还回去。回了村上，少宇拎着2只兔子回家，一路上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村里这么多人上山都一无所获，偏周家每次上山都有猎物。周应怀就算了，他本来就是猎户，有的是本事，没想到他家周少宇也这么厉害。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这2只兔子得卖好多钱了吧？少宇身边围着好多孩子，个个羡慕地看着他手里的兔子。少宇几次想要解释，都被这帮孩子的佩服话说得高兴过了头。
到了最后，也就厚脸皮的默认了这2只兔子就是自己猎到的事实。正好王大有下山，有人见他手里也有兔子，顿时喊了起来：娘，我要不要去看看父亲啊？他孩子生下来都好几天了。有什么好看的？现在两家闹成这样，周应怀这么记仇，你去看，他家能让你进屋吗？周应怀不是这种人吧？大有捕猎的本事还是他教的呢。哎呀，你没看见那天周应怀是怎么威胁村里人的？那架势恨不得把那些人都杀了。秀芳啊，周应怀可是猎户，是动刀子的人。大有不在家，你一个人就别去他家折腾了。他家媳妇儿本来也不是什么好人，小心进了他家门，受他家的欺负呢。说到后面，张婆子竟然带了哭腔，她还是那句话：大有不在，万一你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办呢？娘就你一个闺女，你就……哎，王大有，你也猎到兔子了？但王大有还是有些心虚的，没敢跟大伙儿搭话，低着头快步走了。秀芳见他拎着兔子回来，眉开眼笑：我就知道你能猎到猎物。张婆子也欢喜：咱家姑爷本事大着呢，你看村里其他人都猎不到什么，只有大有能猎到猎物啊。秀芳啊，你俩的日子也会好起来的。娘，家里还缺什么吗？我卖了兔子一起买回来。哎呀，不缺，银子得省着花，以后孩子生下来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王大有打了声招呼，急匆匆地出门了。秀芳把他送到门口，总觉得今天王大有走的格外着急一些。等瞧不见自家男人的身影了，秀芳才对张婆子说：吃完了早饭，周应怀带着少宇去镇上，陈婆子领着玉丫头在院子里玩。3岁的小孩子解了心结，比往日开心得多，被陈婆子逗的是咯咯笑个不停。玉儿，知道爹爹给妹妹取了什么名字吗？不记得了，只记得叫什么啊？我叫他安安，也好听呢。叫乐安，乐安。你爹会取名字，你跟少宇的名字都好听，妹妹的也好听。顿了顿，陈婆子又说：你娘的名字也好听，你们一家都取了个好名字。相比起村里其他人家的名字，周家这几口人的名字确实清雅好听得多。陈奶奶，家玉是什么意思啊？是一块好玉的意思。你知道玉吧？是天底下最贵的东西。那乐安呢？大概是希望妹妹快乐平安。那少宇呢？玉丫头正是好奇的年纪，什么都想问，那些都好答，只是少宇这个名字，陈婆子是真犯了难。少为年轻，宇为智慧才能，少宇2字意为少年有成，是个好寓意的名字。父亲抱着乐安站在主屋门口，温和地告诉玉丫头少宇名字的意思。娘，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对了，你爹可是秀才，你也读过书的吧？父亲的前世那可是3好学生，奖状都能贴满1整墙。而原身亲爹虽然是秀才，但原身懒惰，根本没用心学，也只是能识字而已。这个时代的女性能识字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原身的秀才爹也从未管过他的课业。周应怀能给孩子取这样的名字，也一定是有些学问的。你也读过书，那算来在咱们村里，你们周家真是了不得的人家了呢。父亲笑了笑，没接话。确实啊，他家有条件，
有条件就得给孩子学，不管以后要不要考功名，识文断字那是一定要会的。父亲不懂得文章，字也只会写简体的。如果真要教书育人，还得周应怀来。镇上，周应怀带着少宇挨家酒楼的卖兔子，银钱分文不少，就得50文钱一只。可问了2家，都嫌价钱太贵，根本不收。爷，要不我们去集市上看看？不用，就去酒楼。集市的价钱要比送上门的价钱低个几文，1次2次还行。可若是有人知道集市上价钱更低，以后再想卖高价就卖不出去了。所以在价钱的事情上，周应怀分文不让。周应怀把道理说给少宇，少宇仔细一想，确实是这个理儿。又问了一家酒楼，那家掌柜听说要50文一只野兔，顿时摇头。集市上才卖30-40文钱一只，你这一上来就要50文，哎呀，太贵了。野兔不好抓，怎么有人能卖这么低的价钱？周应怀抿唇不语，只是眼中快速地闪过了什么。父子2人到了集市上，快要把集市都逛完的时候，才看见站在摊位上笑着收钱的王大有。你这野兔卖的是多少钱？哎，我的兔子！我的兔子！王大有跟男人的话音刚起，周应怀已经手快地擒住了兔子，递给男人。周应怀已经手快地擒住了兔子，递给男人。这周应怀怎么动作这么快呢？要不是应怀兄弟，我这兔子就得跑了。不仅跑了，连卖出去的钱都得退了。少宇对他爹的本事习以为常，这会儿只气愤着野兔的价钱。我问你，兔子你多少钱卖的？我也没卖多少钱。我问你多少价钱卖的？你都敢偷我陷阱里的兔子，现在问个价钱就不敢说了。周少宇，你怎么能这么说？捕猎是各凭本事，我这兔子是自己抓的，你凭什么说我偷你的？你亲眼看见了。少宇被气得讲不出话来，这人怎么这么无赖啊？自己儿子被欺负，周应怀岂会坐视不理呢？王大有，你价钱卖低了。周应怀说的直白。王大有，你价钱卖低了。周应怀说的直白，他声音低沉冷漠，叫人心里不安。他只字不提王大有偷了少宇猎物的事情，可王大有却从那双冷眸里知道，周应怀什么都明白。这个男人的眼睛比任何人都要锋锐可怕，他什么都知道。王大有支支吾吾的。我只是想早点把东西卖了回家。少宇感觉自己马上就要撒泼了。你想赶紧回家你就低价卖，你低价卖了别人怎么卖？你卖30文钱40文钱，我们其他人想出手就只能卖得比你更低。长此以往，以后你连30文钱的价格都卖不掉了。你这不仅是坑别人，更是坑了自己。不就是一只兔子而已吗？怎么就坑了你们了？你们这么厉害，何必因为一只兔子一直为难我？说罢，王大有拿了自己的东西就走，再没有半句解释。7岁的孩子气得发疯，7岁的孩子气得发疯。你拽着我干什么？你该拽他。拽他干什么？把他拽回来你就解气了。我要打他。你打得过他？少宇也才7岁，可王大有呢？他可是个身材壮硕的庄稼人，一拳头打出去，少宇那不就得……他敢打我，我就先倒地上讹他。周应怀忍俊不禁，他这是跟父亲学的吧？他抢你的猎物，你就不会抢回来？一只野兔才几个钱，要想解气，你就压得他一只野味都打不到，1文钱都赚不到，这才叫解气。少宇眼睛亮起来，果然还是他爹厉害啊，能想出这么绝子的法子。周应怀最后以90文钱的价格把野兔卖了出去。
路过肉铺时又买了2斤好排骨，花了16文钱，最后拿着这些东西才回了家。有陈婆子在，家里做饭的事情根本不用操心。见大友回来，张婆子迎上去：姑爷回来了，今儿那只肥兔子卖了多少钱呢？卖了35文钱。张婆子皱起眉：怎么才35文钱呢？我听说周家的兔子都是卖50文钱呢。乡下人过日子，1文钱都得掰成2半花，一下子比人家少了15文，张婆子心疼得要命。王大友没吭声，张婆子知道姑爷心里不高兴了。没事儿，明后天啊，再上山看看。以后啊，卖高价些，你们也能多攒些银子，日子就更好过了。秀芳瞧出自家男人脸色不大好看，有些担心。是不是最近太累了呀？没事，我过2天再去山里看看。娘说的是，卖高价些，我们就能够多攒些银子，以后日子就能更好了。都是多年夫妻了，秀芳知道王大有心事，可男人面子大过天，他要是不想说，自己也不好问。对了，刚才我跟娘说想去看看父亲，你跟我一块儿去吧。不去了，今天上了山又去了镇上，太累了。王大有声音沉闷，转头又去院子里干活了。周应怀带着少宇回来。陈大娘，我买了些排骨，一会儿你看着做。好，成。大娘，家里地还没种满，我买了些红薯和土豆，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弄，是直接种下去吗？闻言，家中几个看孩子的人都笑起来。果然猎户只会打猎，哪里会种地呀？走，周英怀，我教你去。走，我也去。我家还有些菜种，放着也得坏了，我去拿给你啊，1、2个月就能吃到自己种的菜了，省得你去买了。几个人是你一言我一句的，带着周应怀就出了门。父亲抱着孩子站在屋檐下，有些哭笑不得。周应怀怎么不来问他呀？倒是叫人看了笑话。周家媳妇儿，你快抱孩子进去吧，那里头随便拎出一个都是种田厉害的人。周应怀又在旁边看着，人家可不敢糟蹋你家的地。大娘，我不是这个意思。周应怀又在旁边看着，人家可不敢糟蹋你家的地。大娘，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逗你玩的。父亲抱着乐安进了屋，见玉丫头也跟了进来，便也把她喊上床。上来啊。乐安妹妹什么时候醒？我想跟妹妹玩。妹妹刚睡着，要等一会儿才能醒。丫头，你想读书吗？不想。为什么？女子不用读书，那是男人的事情。你听谁说的？为什么读书就是男人的事情？女子为何不能读书？父亲连着问了这么多句，吓得玉丫头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最后又手脚并用地爬下床，连鞋子都没穿好就跑了出去。只是几个土豆跟红薯，又有那些有经验的人在，周应怀很快就回来了。丫头，你躲这么远干什么？没有，我没躲。父亲叹了一声气。玉丫头性格本来就内向，原身害人又总是苛待她，弄得玉丫头更加怯懦，没有一点自信。这样的性格若是不改过来，玉丫头一辈子都要被人欺负啊。丫头，你喜欢什么？跟娘说说呗。你不想读书，那你喜欢什么？画画还是绣花？他本意呢，只是想要给玉丫头培养个兴趣爱好，可怎么听起来他这话的意思又跟这个时代那些被困在后宅的女人一样，画画绣花，这就是那些女人的一生了。
你想让玉丫头念书啊？周应怀的声音自身后响起。怎么了？不合适啊？周应怀的声音自身后响起。怎么了？不合适啊？好看。父亲脸上的笑要挂不住了。一呢，是为自己的手艺骄傲；二，则是为自己嫁了个这么好看的男人而骄傲。爷，好看的，真的好看。很合身。父亲笑得眉眼都弯了起来，上前给他整了整衣襟。可这会儿了，他才看见衣襟也是一边大一边小。哎呀，简直丢人啊！父亲有些惭愧。你先穿2天，家里还有些料子，我闲了再给你好好做一身。这身挺好的。好？哪里好了？父亲稳住心神，跟他说起了念书的事情。周应怀神情微妙。你以前不是说不准他们念书吗？父亲一愣。在原山嫁过来时，周应怀确实提过这个事情，但那会儿父亲说孩子太小，这事儿就先放下了。后来周应怀打猎受伤，瘫在了床上，少宇再提这个事情，原身便勃然大怒，拿家里没钱说事儿，不准他们再提读书的事情。可说这话的是原身，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知识改变命运，书是一定要读的。周应怀，你认得字儿，得空了能教他们念书吗？周应怀还惊在他那一句知识改变命运里，他印象里的父亲那可说不出来这种话。知识改变命运，这作何解？这还要解？就字面意思呀。就算不去考取功名，你学的知识眼界一定是开阔的。若是去大户人家做工，要钱卖身契吧，你得会写字吧。若是学问再高一些，你可以帮忙写家书，可以赚些银子吧。若是再有出息一些，能3元及第，考取功名，前途自不必多说。父亲一顺不顺地看着周应怀。玉丫头年纪是小一些，但是少宇已经7岁了。你当初给他取名字的时候，也想要他有番不错的成就吧。少宇聪明，学东西很快，这样的好苗子可得好好养起来。周应怀逐渐冷静下来，他眸心微沉，语气也有些烦躁。不念了，读书也没什么用处。丢下了这么几个字，周应怀又去忙自己的事情去了。父亲不明白，这自己是不是词不达意了，让周应怀误会了意思？还是这周应怀也觉得少宇跟他一样做个猎户，能过日子就行了？还是他以为自己不愿意过苦日子，想要靠着少宇考取功名，做状元郎，享受功名利禄？父亲越想越气闷，让玉丫头自己玩，他呢则是回了屋。玉丫头不明白，这刚才说的好好的，怎么突然爹娘就都走了？周应怀上山砍了些木头回来，正准备收拾砍，等明后天再去砍些竹子来，卷子就能盖好了。玉丫头来到后屋，见他爹正在忙活，便也跟着瞎忙活起来。去前院玩去。爹，你生气了吗？我生什么气啊？因为娘一会儿不让哥哥念书，一会儿又让哥哥念书。不管他，去找哥哥玩去。少宇跟陈婆子一块儿来的，不知道少宇说了什么，惹得陈婆子开怀大笑。父亲问不到周应怀，便想要直接问问少宇，可周应怀一会儿让少宇做这个，一会儿又让他做那个，就是不让父亲有找他的机会。等入了夜，周应怀端水进来给他洗漱，父亲憋了一天，是再也忍不住了。周应怀，你是故意的。什么故意的？周应怀是明知故问，父亲有些生气了。少宇读书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同意？周应怀正把父亲的脚放进温水里。他不爱读书，你若是不信，明天你亲自问问。父亲确实不信，
等明天他的确是要问问少宇的。怎么了？傅青难开口，只是摇摇头说睡不着。怎么了？是哪儿不舒服？没什么，你睡你的去。没什么，你睡你的去。你别管我，你去睡你的，我不用你管。哪里不舒服啊？我看看，到底哪儿不舒服啊？怎么陈大娘能看我就不能看？哎呀，傅青真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陈大娘已经教我了，我可以自己来。周应怀蹲下身子，你教我，我来。他简直是哭笑不得啊！你不方便？怎么不方便了？你躲什么？你欺负我！陈大娘说坐月子哭不得，以后眼睛要瞎掉的。傅青赶紧躲开，哭会不会瞎不知道。周应怀，我疼。到底哪儿疼啊？乐安早产，吃不了多少就饱了。陈大娘说，乐安没吃完的都要弄出来，要不一直胀着，到后面孩子就没得吃了。他的声音越来越小，说到后头都快听不见了。陈奶奶，小鸡仔都长大了，什么时候才能下蛋啊？这要好几个月呢。陈婆子跟玉丫头说起了养鸡的技巧，玉丫头似懂非懂，一老一小，一问一答，傅青听的都觉得有趣的很。奶奶，昨晚上妹妹哭了，好像娘也哭了。玉丫头声音传进屋里，傅青虎躯一震，小跑到门口偷听。陈婆子压低了声音：你娘哭什么？不知道，后面又没哭了。陈婆子再问，玉丫头也没说了，只是一个劲的追问养小鸡的事情。可别想多了。昨晚呢，周应怀是带傅青去看了大夫。山上，周应怀又教了少宇一些打猎的方法。少宇聪明，很快就学会了技巧，用周应怀教的方法猎了一只山鸡。山上，周应怀又教了少宇一些打猎的方法。少宇聪明，很快就学会了技巧，用周应怀教的方法猎了一只山鸡。爹，我会了！刚才高兴的小脸顿时泄了气。完了，哎呀，卖不到好价钱了。第一次就能猎到猎物，已经很不错了。少宇这才又高兴起来。爹，你身上怎么有股味儿啊？这2天包着乐安，大概是沾着味道了。他催着少宇拿着山鸡说要下山了。少宇不明白，这就要回去了吗？才猎了一只山鸡而已。下了山，周应怀非要去地里，说要摘点青菜回家，让少宇一个人先回去。少宇一只手拎着山鸡，心里嘀咕，他爹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啊？村里的大人都盯着那只山鸡，村里的孩子都盯着少宇手里拿着的漂亮羽毛，所有人都艳羡不已。哎，周少宇，你怎么把这羽毛折下来了呀？周少宇，你要打算拿这根羽毛干嘛去啊？周少宇，这根羽毛你还要吗？送我行不行？为什么送给你？你想要自己去猎呗。周少宇目光嫌弃，攥紧了手里的羽毛，脚步也更快了一些。等他走远，旁边那些孩子才哄笑起来。丽云，周少宇怎么不理你啊？你这招对他没用啊。可能是因为他讲话漏风，周少宇不喜理他呗。什么漏不漏风啊？周少宇本来就不爱理他。李云正是玉丫头提起的那位正在换牙的云姐姐，现在正好2颗门牙都缺了，一张口就要被人笑话。现在这帮人不仅笑话周少宇不理他，还笑话他的牙，气得李云捂着嘴巴，憋着眼泪转头跑了。
少宇回了家，先把山鸡圈起来。少宇，你爹呢？听见父亲问话，周少宇小脸皱了起来。不知道，爹今天奇奇怪怪的。父亲脸红一阵，少宇见了也觉得父亲奇奇怪怪的。父亲稳住心神，心想这周应怀不在也好，省得他在旁边碍事。少宇，你想念书吗？少宇，你想念书吗？闻言，周少宇愣住了。我问你想念书吗？旁边领着玉丫头的陈婆子停下了手上摘菜的动作，好奇地看着这边。父亲缓下语气，声音尽量柔和。你想不想读书？读书识字，以后若是想考状元。我不想。父亲不解。为什么？读书识字有了才学，以后就不用种地，不用打猎，就能做官老爷了。少宇声音扬起，满是不耐。父亲愣了一下。你不想做官老爷吗？官老爷有朝廷俸禄，受人尊敬，不用种田，不用去考虑生计，是寻常百姓求都求不来的。可他竟然不愿意啊！为什么？少宇冷着脸。为什么？少宇冷着脸。不喜欢。丢下这句话，少宇直接跑出了门。玉丫头见了，也跟着追了出去。父亲站在原地，心底复杂难言。陈婆子叹息一声：孩子不想学，那就算了吧，各有各的命，种庄稼打猎也饿不死。父亲没说话，只是眸心沉了沉。周应怀回来了，见父亲站在门口，四目相对里，他目光灼灼，父亲却有些火冒三丈。怎么了？陈婆子找借口做早饭，溜进了灶房里，留着他们夫妻二人在外头，看着不想掺和，但其实耳朵已经竖得高高的，听着外头的八卦。你是不是跟少宇说了什么？周应怀心里明白。你是不是跟少宇说了什么？周应怀心里明白，他肯定是问过念书的事情了。他回答得干脆坦然。没有。你一定是跟他说了什么，要不我怎么一提念书的事情，少宇就这么生气？他生气了，我一会儿去问问他。我想起我家有些事情，我就先回去了，一会儿午饭我再过来。少宇快步走在前头，玉丫头则小步地追在后头。走到自家田地上，少宇才停下脚步。哥哥，你等我！等追到了少宇，玉丫头才小心翼翼的：哥哥，你是不是生气了？我生什么气？我没生气。娘一说读书你就生气。少宇不理他，直接跳下田埂，发泄一般的拔着野草野菜。玉丫头也跟着跳下来，学着他的样子，发泄的拔着野草野菜。他昨天也问我要不要读书，我说不想读。他也问你了？他是怎么跟你说的？小丫头仔细想了想，把昨天父亲的话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少宇神情微妙。他竟然愿意让你读书？可是女子根本不用读书，读书是你们男人的事情。谁说女子不能读书？镇上县上还有州城京城里的那些小姐，她们都能读书，只有穷苦百姓种地的庄稼人才读不起书。我们家也是庄稼人，我们家也穷。我们家才不穷。少宇喊的声音有点大，吓住了玉丫头。玉丫头眼泪汪汪的说道：我们家不穷，那哥哥你为什么不读书？我们家不穷，那哥哥你为什么不读书？少宇哑然，他为什么不读书啊？爹说他不能读书，也不让他读书，
最后还让他跟别人说自己不爱读书哦。少宇低下头，他不想做官老爷，但是他想读书，他想认字，想写自己的名字，也想写周家玉的名字。可是他不明白，爹为什么不让？少宇想不明白，揣着气的把田里的杂草都拔了。玉丫头默默跟在后头，把这些杂草都抱在怀里，绕着自家田地走了一圈，她都快要抱不下了。哥，你帮帮我！少宇转头见他抱着那堆杂草，没好气道：抱着这堆垃圾干什么？玉丫头有些赌气地侧过身子，抱紧了手里的东西。这些才不是垃圾，这些可以拿去喂花花他们。少宇愣了一会儿后，这才想起来，他给那些小鸡仔都取了名字，花花就是他最喜欢的那只。喂吧喂吧，等喂大了，我们好吃了它。周少宇，你爹找你呢。周应怀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儿，看见他们抱着青菜回来，到底没说什么。跟我去镇上。爹，我也想去。等爹回来给你带好吃的。我想去，你每次都带哥哥不带我去，我想去。爹，为什么娘的脸这么红？可能屋里太热了吧。屋里热，他为什么不出来，还要关着房门？父女俩越走越远，父亲已经听不见周应怀的声音了。娘，你干什么呢？嘘，张婆子做虚声，一边把耳朵贴在门上听声音。秀芳好奇，也跟着听声音。富妹子在家吗？父亲赶紧出来，瞧见是秀芳，愣了一下。富妹子，真是对不住了，现在才来看你。这是我做的小衣服，孩子现在该是正好合适。父亲是知道两家的事情的，昨天又听少宇不满地嘀咕了一整天，现在连山里的事情也知道了。王大有为人确实不行，他算是明白周应怀之前为什么说不用跟他家太亲近，可如今秀芳主动示好，他也没有给人甩脸的道理啊。谢谢秀芳姐，鸡蛋最有营养了，这2个你拿着补补身子。秀芳有些惭愧。富妹子，之前的事情是我家对不起你，我给你赔个不是了。秀芳姐，我从来没有怪过你家什么。听他这么说，秀芳才站起来。这孩子哪像是早产的孩子呀，白白胖胖的，好漂亮啊！看那双眼睛跟你家周应怀好像，要是我肚子里这个也能生得这么漂亮就好了。父亲低头看着女儿，内心是一片柔软。亲生的和亲自生的那还是有区别的。看着乐安从皱巴巴的小个子逐渐长到了现在的小胖娃娃，别说秀芳，就是他自己每天都恨不得对自己的宝贝夸上10000遍漂亮。哟，稀客呀！陈婆子从大门进来，目光上下打量在秀芳身上，秀芳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寻了个借口就先回去了。人还没走到门口呢，陈婆子就拿着那2个鸡蛋去了灶房。真大方呢，家里这么多人才送来2个鸡蛋。真大方呢，家里这么多人才送来2个鸡蛋。周应怀教王大有赚的钱可不止这2文吧？秀芳无地自容，几乎是小跑着走了。父亲哭笑不得。陈大娘，你这是做什么？哼，他家这会儿才想起走人情，早干嘛去了？况且我也没说了，他家王大有离了你家周应怀，看他还能挣什么钱？大娘，你就少说2句。陈婆子疑惑地看着他。之前一直想要你改性子，可现在你的性子是不是改得有点太过了？这都被人欺负到头上来了，你竟然一声不吭。
大家都是一个村的，抬头不见低头见，闹得太僵也不好。按理说以他家跟你的关系最应该站出来讲清楚的，正因为他家担不了事儿，才让全村人这么误会你。要不是你家周应怀，村里这些人还不知道把你编排成什么样子。你家乐安还小，但少宇跟玉丫头可是记事儿了，万一他们听见，他们还会认你这个做娘的。陈婆子的每一句话，父亲都反驳不了。秀芳哭着跑回家。怎么了？父亲真给你气受了？秀芳摇头，张婆子更是气愤。哎呀，都这时候了，你还帮他说话？自家女儿受了委屈，做娘的怎么还能坐视不理呢？她冲出门直奔周家，到了周家门口，指着便开骂。姓傅的，你到底什么意思啊？我家女儿好心好意来看你，你反而把她骂哭了。你反而把她骂哭了。你们周家就这么厉害？你想欺负谁就欺负谁呀？听见门口骂声，父亲脸一沉。他不跟人家计较，这人家还真的以为他好欺负不成？用不着你，你安心坐月子。当初要不是我女儿，你家2个孩子连件像样的衣服都穿不起，不就是一点小事吗？值得你闹成这样？你父亲受不得气，难道我女儿就受得气了？秀芳身体本来就不好，要是被你气病了，吓坏了，你家几口人都不够赔的。你……张婆子正要破口大骂，突然看清楚站在周家门口的不是父亲，是陈婆子。怎么是你呀？不是我是谁？是正在坐月子气不得的周家媳妇儿。张婆子，你也是坐过月子的，知道坐月子的人受不得气，所以故意找借口上门撒泼，想替周家媳妇儿带不了孩子，是不是？撒泼想替周家媳妇儿带不了孩子，是不是？要是周家媳妇儿因为你伤了身子，你家准备赔几口人？陈婆子气势十足，把刚才张婆子骂的那些话都还给他了。张婆子被骂得根本还不了嘴。把你女儿骂哭的人是我，周家媳妇儿可一句丑话都没说过。你有什么不满的，冲着我来，你来跟我吵，来！2个鸡蛋2件衣服就敢来这儿骂街了？你怎么不说说你家那个王大友他从周应怀这里学到的本事，一共赚了多少钱？这可是一辈子的本事，你家送2个鸡蛋2件衣服就不得了？父亲自认自己不好惹，没想到陈婆子吵架这么厉害。有这么一瞬，他甚至庆幸自己当初没把陈婆子得罪透了，要不他太想看看张婆子现在是个什么表情了。还敢来这里吵，你真当村里没人了？周应怀在的时候你不敢过来骂街，等人家不在了才敢过来撒泼。今天要不是正好我在这里，你想怎么欺负周家媳妇儿？你想怎么欺负周家媳妇儿？你真是见不得人好。陈婆子骂完这一句话后就算了事了，转身便要进去。我家日子也好过起了，我还需要眼红别人呢？我看是你眼红别人吧。死皮赖脸赖在人家家里，就等着占人便宜吧。难怪以前就跟周应怀走得近，你怕是早就惦记上周家这点家底了。你个黑心肝的，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眼巴巴的就想占别人便宜？父亲实在是听不下去了，这才赶出来劝和。我家姑爷可不就是有本事，当初周应怀是个摊子，只是随口教了2句打猎的事，大有第2天就猎到东西了。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这就是周应怀的意思。以前打猎都是周家一家独大，现在大有猎到猎物了，你们周家就不高兴了，在村里处处针对我家，真不要脸。陈婆子气得不轻，一开口反倒是被自己的口水呛着了，
差点没把命磕出去。张大娘，你真要这么说，我也就不客气了。哟，你还有出息了。父亲本来还想给他几分面子，现在觉得跟他家真是不用多费口舌了。你知道王大有钱他卖的猎物是从哪儿来的吗？张婆子得意得很，他自然是猎来的。那只野兔是他从我家少羽设的陷阱里拿走的。气氛安静的有些诡异了，在场所有的人都看向了张婆子，企图从她的脸上看出答案。张婆子愣怔了半晌，突然变脸：你胡说八道！我家大友自己有本事，怎么可能吃偷周少羽陷阱里的东西啊？有没有王大友心里最清楚，自己猎不到猎物，就把少羽的猎物占为己有，还把市价压得这么低，以后别人再想卖兔子，可就不过35文钱的价格了。我家周应怀教他本事是为了生计，可他不能图自己赚钱，不管别人生计吧？张大娘，大家都是种田的，1文钱个个都恨不得掰成2半花，这一下子少了15文钱，这个差价是你赔给我吗？在场所有人唏嘘不已。15文钱呐，村里有几户人家能赚来这15文钱呐？张婆子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不可能，我家大友绝不可能做这种事情。他家姑爷最是憨厚老实的，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父亲刚要对回去，突然看见站在远处一声不吭的秀芳。要不是他家不愿意站出来，哪怕解释一句，别人也不至于这么编排他。想到这些，父亲气不打一处来。不信你们就自己去镇上问问，我家相公的本事不必多说，不卖兔子也能卖其他的东西，一样能赚钱。倒是你家，秀芳姐的心意我心领了，东西也已经退给你们了，2个鸡蛋就当你们来我家门前骂街的补偿，我们2家两清了，以后也不必再来往了。说罢，张婆子到底没敢再开口，灰溜溜的走了。这一家人就是欠骂，要不还以为他家多了不起呢，要是真了不起，也不至于被本家兄弟欺负到咱们两河村来。呸！我就是故意让他听见的，谁怕谁呀？父亲哭笑不得。咱家有鸡蛋，不稀奇他家的。你也别气了，坐月子可生不得气，别到时候又堵奶了。听见那2个字，父亲脸上一红，刚才那些气恼的事情全都抛之脑后了。等会儿周应怀回来，我可得好好跟他说说，有他给你撑腰，以后看谁还敢欺负你。父亲神情淡然。不用跟他说了，以后不跟他家来往就是。镇上山鸡价钱不高，又缺了最好看的尾巴毛，价钱更是大打折扣。少羽懊恼，根本不敢喊价。周应怀也没着急出手，父子俩就这么站在路边上，等着人家问自己。也不知道是过了多久，终于有人出价到了10文钱。少羽觉得这价钱已经很合适了，正想着要不要把山鸡递出去，没想到周应怀竟然不愿意做这笔生意。13文钱。对方觉得贵，摇摇头走了。后面又来问了几个，周应怀都是一样的要价，分文不少。这把少羽急得不轻，周应怀却老神在在的样子，一点也不着急。他斜眼睨着少羽，看着孩子会作何反应。玉丫头自己玩自己的，丝毫不关心这些。等了片刻，倒是有人对此感兴趣了，多问了几句，只是看见掉落的这只羽毛，颇有惋惜。少羽只想快点出手。你回去也得自己拔毛，这还省得大爷你费劲儿折下来了呢。大爷你看，你折断了，这儿还有印子，还没有我这个好看呢。那人凑近一看，
断口处果然有印子，确实是不好看了。若是完整的，我可以直接拔出来。大爷，你管他是怎么掉下来的，大爷一身富贵，家中妻眷必然貌美。大爷把我这山鸡买了，回去还能炖汤喝，给夫人美容养颜，羽毛也能直接送给夫人开心，岂不是一桩美事？平时我们口是要卖15文钱的，今天已经少了2文，算起来大爷还是赚了呢。人家一听，确实是这个理啊，当场爽快地给了钱。拿到这13文钱，邵雨才心安下来，转头去看周应怀，才发觉他竟然一直看着自己，眼里含着笑。爹，会说话。邵雨竟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啊，哥哥好厉害，自己卖了这么多钱。邵雨脸上显出了得意，他自己打猎，自己做买卖，他真的可以独当一面了吗？13文钱并不多，但也够买些东西了。家中不缺小菜，周应怀便只买了一些肉，又给玉丫头买了2个头花，这才揣着最后的几文钱回了家。周家今天又有肉吃，什么家庭啊，顿顿吃肉。这肉真不错哎，有肥有瘦的，得花不少钱吧？他家有肉吃，秀芳家怕是只能顿顿咸菜了。没准咸菜还是周应怀媳妇送的那些呢，我那天可是看见了，好大一盘的呢。陈婆子见他又买了肉回来，大娘，这是给你的。给我干什么？我都是跟着你家吃，这几天大鱼大肉的，可不能再拿你家的东西了。刚准备提起张婆子来骂街的事情，没想到周应怀下一句：明天是你儿子的忌日，你忙着照顾我媳妇儿，没时间去镇上，我想着帮你买块肉来，明天你也好祭拜。陈婆子红了眼眶，一连说了几个好字。明天我在家，你有事就去忙去。陈婆子抹了把眼泪，哽咽的讲不出话来。周应怀没再多说，洗手进主屋去看傅青他们母女了。邵雨懂事，自己忙自己的。奶奶，你怎么哭了？月儿给你呼呼。玉丫头撅着小嘴给她呼呼，又给陈婆子逗笑了。主屋里，周应怀抱着乐安，喜欢的不撒手。要不是孩子已经睡着了，他肯定是使劲的得亲2下。陈大娘家没人了？5年前我来两河村，是我把他儿子从山上救过来的，让他们见了最后一面。难怪这些年陈婆子对周家这么照顾。父亲知道陈婆子孤身一人，只当儿女都出去了，没在跟前，没想到是人已经没了。陈婆子说要准备明天祭祀用的东西，做了晚饭就回去了，再没提起过今天张婆子骂街的事情。不大会儿，村里就传遍了，说陈婆子拎着肉从周家出来，而那块肉正是周应怀今天买的那一块。周家出来，而那块肉正是周应怀今天买的那一块。不是陈婆子自己拿的吧？哎，不能，今天陈婆子帮着周家媳妇骂，准是周应怀给她的。哎呦，这块肉得多少钱了？周应怀这都舍得给，真大方呀。你看看人家那么大一块肉，说给就给了。你再看看咱家都多久没吃肉了？第2天，父亲醒来时，周应怀跟邵雨都不在家。玉丫头正在院子里数着小鸡仔，来回的数了好几遍后，突然哭了起来。妈妈不见了，可能跑出去玩了。她转着鸡圈走了一圈，也没瞧见哪里破了。家里大门一直关着，就算跑出来1只2只，也应该能找得到啊。没事儿，一会儿少宇回来，让他给你找一找。这个留给妹妹的。妹妹还小，现在还带。这个留给妹妹的。妹妹还小，现在还带不了。可是妹妹有头发。妹妹起码要到你这个高度才能扎头发。
那妹妹什么时候能长大？玉丫头仰着小脑袋问完。她又长大了，娘，她长得好快呀，是不是过2天就能跟我一起玩啦？妹妹，你快点长大，我带你去看鸡仔，我给他们都取了名字，你要是喜欢，我就给你起。陈奶奶说过几个月他们就能下蛋了，到时候孵出小鸡来，姐姐给你挑个最漂亮的。父亲被逗乐了，听见大门的动静，他探头看，见是周应怀他们回来了。少宇脸上的笑都遮不住了，见父亲站在门口看，便把手里的山鸡举得高高的。2只！哇，哥哥真厉害，你是这个！少宇笑得更加灿烂了。哇，哥哥真厉害，你是这个！少宇笑得更加灿烂了。父亲笑，周应怀也跟着笑，2个人目光触碰到一起，父亲先败下阵，红着耳尖的让开。周应怀心一下子热起来，去洗了手，跟进了主屋。你怎么进来了？赶紧出去！我看看孩子，又不是来看你的。干嘛？不干嘛。主屋里好像有些推搡的动静，玉丫头好奇地盯着主屋，不太明白2个大人在干什么。少宇把山鸡先圈起来，正在满意地看着自己的成果。哥，毛毛不见了。哥，怎么了？毛毛不见了。少宇过去数了数，确实是少了1只鸡仔。炸毛的那只怎么不见了？他疑惑地问出口，转头一看，别哭，肯定是跑哪儿藏起来了。说罢，少宇去把大门关起来，领着玉丫头找那只炸毛的鸡仔。见2个孩子在院子里翻找着什么，动静闹得有些大。周应怀怕惊醒乐安，忙问他们找什么。爹，毛毛不见了。周应怀愣了半天都没反应过来，这毛毛是谁啊？直到少宇解释才知道，是家里的鸡丢了1只啊，还是1只小母鸡。父子3人一起找了半天，几乎把整个院子都翻遍了，也没有找到毛毛的影子。最后还是周应怀在屋后那堆木柴下面找到了一堆鸡毛和浸入泥土里的血。爹，这是鸡毛吗？我的毛毛呢？咦，我怎么是红色的？周应怀神色淡然。被咬了。玉丫头不明所以，问少宇道：什么被咬啦？你的鸡被咬死了。你的鸡被咬死了。我的鸡好好的，你乱说。爹。没事儿，一会儿哥哥卖了山鸡，赚了钱再给你买2只小鸡。听见这话后，这才止住了哭声。我要最漂亮的。好，给你最漂亮的2只，到时候再直接买2只老母鸡，回家就能下蛋。好。少宇是一脸的问号啊，这山鸡还没卖出去呢，就已经把那30文钱给花出去了。回到前头，父亲站在屋檐下。你出来干什么？今天风有点大，快进去。鸡被咬了？应该是黄鼠狼跑进来了，把鸡仔咬死了1只。见父亲脸色好像被吓到了。才1只而已，没事。一会儿我重新做个鸡舍，弄牢固一点。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再把鸡舍蒙起来就行了。他说动就动，去了屋后，把那些狼藉都收拾好，又砍了木头，重新做了个鸡舍。爹，村里好多人家的鸡都被咬死了。少宇跟玉丫头从外头跑出来，声音喊得极大。周应怀放下手上的动作。咬死了几只？不知道，大家都在骂呢。周应怀在家吗？老刘头领着几个人进来，见他在，直接说道：听说你家也死了1只鸡？
周应怀点头，大概是偷东西的吃饱了，到他家的时候才咬死一只而已。他家还是半大的鸡仔，但是其他有鸡的那可都是成鸡，损失不少。有人说是黄鼠狼，也有人说是蛇，还有人说是狐狸。哎，这东西一天没抓到，今天吃鸡，没准明天就要吃人呢。周应怀呀，你是猎户，你看这东西，你能不能给他抓住了呀？周应怀没做声，老刘头以为他不想担这事儿，刚要再劝，便听周应怀说道：“不是蛇，蛇吃东西都是整个吞的，我家的鸡毛却是掉在地上的，不光有毛，还有血。”对对对，我家也是这样的。我家的也是，还有一地的血。光是听着都吓人。那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那些鸡还在吗？我家的还在啊。我家的也在。周应怀本想亲自跟他们去一趟，但又怕父亲一个人在家会害怕，便让他们把鸡都带过来。不消片刻，周家院子里已经摆满了10几只鸡，当然是死的。周应怀只看了其中3、2只，就已经得到了结论。狐狸啊！众人一惊，从来没听说过咱们村里有狐狸啊！是不是从山上下来的？你这废话说的，不是从山上下来的，难不成还是从天上下来的？周应怀，这事儿你应该拿手吧？废话说的，不是从山上下来的，难不成还是从天上下来的？周应怀，这事儿你应该拿手吧？最后说话的是老刘头。周应怀让他们把自家的鸡都领回去，点头说：“今晚应该还会再来，我把他逮住就行。不过逮住了，狐狸得算我的。”老刘头带头说道：“自然是你的。”有人拎着自家的鸡，满是可惜。这还能吃吗？你要敢吃就吃。那人就不吭声了。虽然是被畜生咬死的鸡，但到底是一块肉，谁也不舍得真的扔了。出了周家大门后，就都各自把鸡拎回家了。张婆子打探来消息，说给秀芳和王大有听，一边拍着心口道：“还好咱家没养鸡，要不死了还得心疼，要不死了还得心疼。可恨呐，周家就死了1只鸡，要我说，全要死了才好呢。”娘，我哪说错了？父亲昨天把话说得这么绝，我反问他家2句怎么了？还做这些干什么？人家昨天都没领情，都给扔地上了，你还做了给谁看呢？给我看？我还怀着身子呢，我不能做给自己看吗？张婆子这才冷静下来，想起女儿已经怀孕的事情。我昨天让你别去，你偏要去人家门口骂街，现在好了，2家撕破脸，以后还怎么来往啊？不来往就算，谁稀罕他家？娘，你怎么偏要这样说话呀？张婆子憋了一整天的气，再也憋不住了。从来不舍得冲着女儿撒气的她，今天终于是憋不住了。这事儿你怨我呀？今天终于是憋不住了。这事儿你怨我呀？要不是你支支吾吾的，没把话说明白，我至于去跟陈婆子吵这架呀？你要是早些把话说明白，我至于在2河村里这么丢人呐？秀芳脸色苍白，嘴巴一张一合，半句话都讲不出来。之前也是这样，你就只会摆出这副受了委屈的样子，谁多问你2句你就跑了，现在好了，反过来怪我。张婆子气到恼火处，抬手戳向他脑门。你这性子到底是随了谁呀？娘，你打我，别对秀芳动手，她怀着身子呢。一直沉默的王大有终于冲了出来。以前这个女婿怎么看是怎么满意，可现在他在跟前喘个气都觉得烦躁。不就是一只狐狸吗？周英怀能逮，我也能逮。
你要上山？等我逮到了咬鸡的狐狸，我看你们两河村的人还有没有脸说我。少宇在院子里忙东忙西，一会儿拿这个，一会儿拿那个。玉丫头不明所以，跟着他一起忙活，像只无头苍蝇一样。父亲看着好笑，问他们忙活这个干什么？我跟爹爹一块儿抓狐狸。你这是要设陷阱？这是在村里，到处都是人，万一有人踩到你的陷阱受了伤怎么办？闻言，少宇面色微正，他忘了，这是村里呀，不是山上。一会儿你问问你爹，能不能带你去？若是不能，那你就待在家里。少宇不吭声，正巧见周应怀要出去，他一把拾起地上的砍柴刀，追上去递给他。爹，给。周应怀扫了一眼，不需要。他要抓活的，皮毛完整的活狐狸，那才能卖更多的钱。这几只鸡我先拿着。玉丫头急眼了，不行不行，这是我的。爹爹，这是我的鸡仔，你不能拿去喂狐狸。把我的花花还给我，把我的花花还给我。小丫头就是不让周应怀把鸡仔带走。哎呀，放心，你爹不仅把鸡仔给你还回来，还能逮住了狐狸，给你买新的鸡仔，给你买最漂亮的。可玉丫头还是不愿意呢。哥已经答应给我买了，我不要你的。周应怀实属无奈，父亲摆摆手，示意他赶紧走，一边继续哄着玉丫头。哥哥答应给你买几只？玉丫头比出2根手指，父亲忍着笑，又问道：爹爹刚才又答应你买几只？他又比出2根手指，父亲故作夸张的哎呦了一声。哎呦，姑娘啊，你真是吃了没文化的亏了。父亲掰着手指头给他算，哥哥给你2只，爹爹又给你2只，这就有几只了？玉丫头才3岁，不懂算数，根本扯不明白。父亲极有耐心地教他数数，根本扯不明白。父亲极有耐心地教他数数，1、2、3、4。家里已经有4只了，现在又有4只，加起来就是1、2、3、8只。玉丫头惊呼一声，小脸上满是不敢置信。父亲继续说道：8只小鸡长大了，等下了蛋生了小鸡仔儿，又能有好几只小鸡了。在一声声哇的惊呼中，父亲已经把鸡仔的数目算到了80多只，给3岁的玉丫头都听迷糊了。少宇在一边摇摇头，心道：小孩子就是好骗呐。丫头，你看，没读书就不会算这些，可是你读书了，以后家里养了这么多鸡，你就能数得过来了。玉丫头抬起小脸，似懂非懂。真的吗？父亲连连点头。当然是真的。玉丫头还是有些犹豫，不过片刻后立马下了决定。我要读书。少宇被呛了一口，连着咳嗽了好几声。这前头一说念书就哭的人，如今为了以后能数鸡，竟然决心要读书了。村里人见周应怀拎着几只鸡，都疑惑起来。周应怀，你要拎着鸡去哪里啊？这是什么路子？我怎么看不明白呢？周应怀打猎这么多年，自有他的道理，咱们跟上就行了。玉丫头答应要读书了。我以后要养鸡，你要说我不会算数，要吃亏的。周应怀笑了。那学吧。玉丫头开心了，转头对着花花说了不少话。少宇一愣，张口想要说什么，却见周应怀看都不看自己，径直走了。那他呢？他不明白这父子2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但是玉丫头能读书，少宇也一样要读书啊。
陈婆子去祭拜儿子了，周应怀只能随便做了2个菜。哎，陈大娘说你不能吃辛辣的东西，等孩子断奶之后再说。我就尝个味道。啊，吃这个。不行，你忍几个月，以后想吃什么我都给你买。哼，好家伙，在这画饼呢。你小心些。等我回来。周应怀提前打过招呼，入夜后家家户户熄了灯，各家静悄悄的，但其实又都把耳朵贴在了门口，听着外头的动静。李杏催着媳妇儿熄灯，可他呢却不慌不忙地叠着衣服。急什么？咱家又没鸡，就算狐狸来了也没得吃，还不行点个1、2盏灯的。狐狸最有灵性了，要看见整个村子都黑了，他们还不来呢。哎，你起来，等我把这些衣服叠完了再说。话音刚落，院子里突然发出声响，似乎是什么东西被撞倒了。不是吧？这狐狸竟然跑他家来了？可是他家没鸡呀。吃不着鸡，这不会吃人吧？哎，瞎说什么？那就是个畜生，又不是成精了。李杏也怕呀，又不是成精了。李杏也怕呀。果然，这一声后，院子里的动静诡异的安静下来。犹豫再三，李杏把自己拿了扫把，准备把狐狸给吓唬走，可却抓着门把手，半天不敢推开。哎呀，你倒是出去呀！他娘的，是贼！哎，抓住！抓住！夜色中，两河村中响起了2道不同的声音。只见周应怀从村尾处走来，2只手一左一右的各抓着一只狐狸。2只？居然是2只！哟，这么大个儿，难怪村里的鸡都被咬死了。真不愧是周应怀，才一会儿功夫就抓着了。 2只狐狸身上一点伤都没有，月光下都能看出是2身好皮毛。此时，一声哀嚎响彻了整个河山村，大伙儿还没反应过来，就听李杏喊了起来。王大有，竟然是你！王大有抓着被兽夹夹住的脚踝，疼得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周应怀站在不远处，冷眼看着这一切。随着伤势，王大有脸色越来越苍白。周应怀，你快帮他把兽夹给打开吧。他家周少宇就是被兽夹伤了腿，差点没命了。之后村里就下了规矩，谁都不准再用兽夹。如今兽夹又出现在村里，也不知道周应怀是个什么心情。周应怀眸心微冷，谁放的兽夹就找谁，这东西不是我放的，你们不该找我。秀芳跑过来，只看了一眼，整个人就瘫软下来。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啊？好歹也是一条人命啊！你快点先把兽夹打开，我家大油的血都要流干了。周应怀枉若未闻，拎着手里的2只狐狸径直离开。村里谁都不敢拦，只眼睁睁地看着他走。王大有尝试了好几回，兽夹打不开不说，反而把伤势弄得更加严重，疼得他几欲昏死过去。李杏气得大骂：哼，活该，让你当贼！我没偷东西，我刚才看见狐狸了，我是追狐狸才误入了你家，并非要偷东西。这边还在争吵，而不知想到了什么，瘫在地上的秀芳突然一跃而起，一直追到了周家。周应怀正给父亲看2只狐狸，问他喜欢哪一只。父亲好奇地盯着2只狐狸看，还没说话呢，就见秀芳扑通一声跪在了周应怀跟前，哭得那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应怀兄弟，求你救救大有，兽夹是大有放的，他也想要逮狐狸，他想要被村里人看得起，他现在打不开兽夹了。应怀兄弟，求你救救我家大有！
见周应怀冷脸，没有丝毫动容，秀芳转而对愣在一旁的傅青磕起头来。傅妹子，我求你了，求你救救我家大友！你了，求你救救我家大友！傅青还抱着乐安，一个刚出生的孩子哪里受得住这样的大礼啊？想来周应怀一定没个好脸色。能救他的只有大夫，你有这功夫，还是给他请个大夫吧。秀芳不敢置信，瞧见站在一边的邵宇，他指着喊道：怎么救不了啊？你是猎户，一个兽夹而已，你怎么会打不开？你家少宇当初被兽夹夹上了腿，是我家两口子一直帮衬着你家，现在我家大有受伤，你们就真的坐视不理吗？说罢，他盯着傅青：傅妹子，今天就当我求你了，你家今天帮了我们两家的恩情就算是两清了，成不？周应怀浑身冷怒，周身气息都骤降几度。乐安哭闹不止，傅青心烦意乱。相公，你帮他把兽夹解开吧。说完这句，他又跟一脸喜色的秀芳说道：你我两家本来就没什么恩情，不过你既然说了，那我们两家就两清吧。丢下这句话，傅青抱着乐安进了屋。秀芳迫不及待地跑出去，等周应怀把两只狐狸圈好，这才跟着秀芳一道过去。直到周应怀到了跟前，轻松打开了兽夹。这么容易的吗？要知道刚才他们几个人尝试了好几回，都没有把兽夹打开。兽夹打开，周应怀转头就走，没再多看一眼。我打听过了，周少宇受伤的时候只是敷了点草药，山脚下就有，我去找就省得找大夫了。今天兽夹这个事儿啊，你家准备怎么说？秀芳以前遇事都是在屋里躲着，这会儿倒是敢出来见人了。只是不管老刘头怎么说怎么问，他都只杵在那儿听，没应声。你还是让王大有自己出来吧，我跟他说。刚说完这句话，秀芳竟然哭起来。刘叔，我家大友都生成这样了，还怎么出来呀？那也是他自作自受。老刘头气得不轻。村里这么多人，万一有人误踩了呢？老刘头气得不轻。村里这么多人，万一有人误踩了呢？到时候伤的就是别人了。怎么，王大有的命是命，别人家的命就不是命了？快点儿，让王大有出来。还有哪里放了兽夹，让他赶紧收起来。秀芳捂脸痛哭。大有伤成这样，人都只有半条命了，哪还起得来呀？他爬也要给我爬起来。这事儿王大有若是不给我们村里一个交代，秀芳，你也别管大伙翻脸不认人了。王大有，你若是能有周应怀几分稳当，也不至于走上这样的歪路。王氏还不算你的前车之鉴吗？到底是自己做错了，王大有被骂得不敢吭声。见他们夫妻二人都是这个德行，老刘头也不想说什么，带着人走了。片刻后，张婆子带着药材回来随便洗了洗，催着秀芳给王大有敷药。周家，周应怀抱着乐安，看着父亲跟两个孩子蹲在地上，好奇地看着那两只狐狸。他嘴角含笑，问父亲道：你喜欢哪个颜色的？都好看。我喜欢红的。少宇并不认可。我觉得白色这个干净一些。周应怀也颔首道：白色是要肃静一些，那就留白色的吧。父亲愣了一下：你要在家里养狐狸？准备给你做件披风。父亲惊了，给他做披风，用狐狸毛？哇，这得多好看呐！父亲转头看着那两只狐狸害怕地缩在圈角的样子，
于心不忍。算了吧，现在才刚入夏，怎么就说起冬天的事情了？再说了，我们乡下人不需要这么好的东西。等天冷下来就需要了。见两个孩子眼巴巴地看着他，周应怀又说道。见两个孩子眼巴巴地看着他，周应怀又说道。等你出了月子，我就得进山打猎了，到时候再练些好的，给3个孩子也做一身冬衣来。玉丫头拍手叫好，少宇眼中也有了期盼。父亲点头道：少宇跟玉丫头都是需要的，乐安太小，还用不着这些。那就做大些，等他长大了再穿。别人有的，他周应怀的儿女也要有；别人没有的，他的儿女那也必须要有。那就有白色，红色的那只我明天拿去镇上卖了。父亲也眼巴巴地看着。要不放了吧，就当给我积德了。他刚才实在是馋得不行了，进空间还没看清楚展柜上有没有进新货，倒是看见牌匾上自己成负数的功德点，又捂着眼睛出来，躺在床上默默流泪。他真的好馋呐！周应怀抱着乐安，一边腻着他。日子都要过不下去了，还想着行好事呢。我怎么记得你说过你自己虽行好事，但不当圣母啊？父亲记得这话，他确实说过。父亲说的有道理，日子都保证不了，还行哪门子的好事？这不，隔天天才亮，又聚在一块儿说起了昨晚的事情。哎，我刚才看见周应怀拎着狐狸去镇上了。好家伙，我昨晚只看了一眼，都觉得那2只狐狸漂亮。周应怀今天这一趟啊，不知道能卖多少银子呢。我也看见了，看见秀芳出村给王大友找大夫了。我就说，光是敷些山脚下找来的草药哪行啊？人家周少宇周家福泽厚着，有祖宗保佑，他王大友有啥呀？自作孽不可活，这样的男人有什么出息呀？陈婆子是嫁到两河村的，儿子出事后，她做主把儿子埋到了老家，这一去一来的也得整整1天。夜里回来的晚，并不知道昨晚的事情，直到今早听了这些，陈婆子才知道昨天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她赶到周家，进门就瞧见玉丫头蹲在院子里，好奇地盯着圈舍看。奶奶，我爹昨天抓了2只狐狸。哎呦，这狐狸真好看。爹说要给娘做披风。好好好，你娘生得这么好看，穿起来也一定好看。镇上，打从他们父子刚进镇子，就有不少人来问狐狸毛的价钱。一听周应怀要500文，都摇头走了。少宇不明白，爹，他们为什么只买皮毛不要肉？如今世间太平，大多人都吃得起粮食，狐狸价钱贵，肉又不好吃，只有这一身皮毛能卖些钱。周应怀带着他往前走，也没说要去哪个酒楼，就在镇上这么干逛着。可是500文钱会不会太贵了？遇上识货的，10两银子他都觉得赚了。10两，少宇眼前一亮。爹，咱们可以去找方家，娘说方家小少爷愿意出10两银子买狐狸。不必。少宇不懂，明明有10两银子可以赚，爹怎么就不愿意呢？他还在劝，可周应怀听了2句后径直走了，并未搭理他。奶奶，奶奶，在哪儿呢呀？奶奶，奶奶，在哪儿呢呀？前头来了个穿着华贵又奶乎乎的娃娃，隔老远就喊起来。旁人看着富贵，不敢得罪，都让得远远的。周应怀自然也拉着少宇让到一边去。然而那奶娃娃竟然直接走到他跟前来。你这狐狸怎么卖的呀？眼前的孩子跟玉丫头一般年纪，但气度却截然不同。她满身娇贵，说起话来跟大人一样，但明明面上满是稚气，属实可爱。
也不知道这是哪家的少爷。10两银子卖不卖？见周应怀没说话，小娃娃直接开了口。少宇惊掉下巴，生意上门，周应怀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小少爷说多少就是多少。这意思啊，是愿意卖了。10两，这可是10两银子哎。小少爷，我这里还有2只山鸡，你一并收了呗。谁知小娃娃摆摆手，我这里还有2只山鸡，你一并收了呗。谁知小娃娃摆摆手，不要，我只要狐狸。他2只眼睛一直盯着火红色的狐狸毛。娘亲马上就要生辰了，我给娘亲做件狐裘衣裳。少宇多看了2眼，心中惊奇，他也要给他娘做披风吗？这家小少爷出手这般阔绰，再不抓紧时机，少宇手里这30文钱那就得跑了。小少爷真是好眼光，到时候做出来的红色狐裘一定好看。不过光是狐狸毛是不是有点单调了？但是少爷你瞧，若是狐裘大衣2边都留个穗子，不就更好看了吗？周应怀侧眸睨了一眼，心道：哟，这小子将来做生意一定很厉害。小娃娃眼前一亮，顿时心中一喜。买，我给你1两银子。果然大气。少宇高兴地应了一声，脸上笑意根本挂不住。小娃娃当即给了银子，总共11两。山鸡倒是好说，府上在哪里？我们把东西送过去。我带路。到了某一处宅邸，小奶娃娃才停下来。这就是我家。周应怀抬头一看，顿时神情微妙起来。你是方家的小少爷？正是。难怪这么大方，且价格就是10两银子，还真是碰了巧了。这时已经有人从里头拿了笼子来，周应怀顺势把狐狸塞了进去。前段时间有个2河村来的女人，总会卖我山鸡兔子，这段时间却是连影子都没有见过。不过你放心，以后你只管把东西送过来，我家都要。少宇眉心一跳，这说的不就是他那个后娘吗？他心中一喜，刚要说话，突然被周应怀拽着走了。爹，咱们不早了，回去吧。周应怀声音有些冷，少宇不明白他怎么突然就不高兴了，可抬头一看，见他爹越来越沉的脸色，少宇到底是不敢再说话了。这是你的。1两。少宇怔了怔，小声说道：我只要30文。你确定不要？要。省着花。爹，我去那边逛逛。周应怀看了一眼，见那边卖的都是些新奇玩意儿，知道他孩子心性，交代2句便由着他去了。等他出来时，少宇也回来了。见他盯着自己手上的东西，少宇忙解释道：这是娘交代给玉儿买的启蒙书，那1两银子我没动，花的钱是娘给我的10文钱。周应怀脸上的冷意瞬间消散。那成，回家吧。少宇一愣，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可话到了嘴边又被咽了回去。回家后，少宇把这2本启蒙书递给了父亲。整个镇上就只有这家卖启蒙书的，5文钱1本，1文都不少。你给我的钱只够买这2本。父亲翻开看了看，知识无价，10文就10文。对了，狐狸卖了多少钱？少宇正要说呢，没想到周应怀先抢了话头。卖了，价钱还不错，钱放在我这里，你要想买什么东西直接跟我说。3两银子。少宇眉心狠狠一跳，不是10两吗？怎么说3两啊？他爹要有私房钱了？哥，给我！
玉丫头要她手里的启蒙书，这是娘给我买的，你又不读书又看不懂，拿着干什么？还我！我看得懂。你骗人！看，我会写自己名字，你会写你的名字吗？少宇整个人僵在那儿，他紧握双拳，一张脸涨得通红。他不会呢。主屋里，在父亲问起周应怀为何不把狐狸送去方家时，周应怀反问他：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不要再跟方家有来往了，你可还记得？父亲这才想起来，他确实跟自己说过这个事情。他轻咳2声。可是那10两银子，踏踏实实的慢慢赚。今天孩子吃得多吗？唰，父亲吃的挺好的。片刻后，吃的挺好的。片刻后，玉丫头看不懂，小声问少宇：怎么爹每次大白天进屋去，娘都会这个样子？他不懂，少宇自然也不懂。爹，你看，这是我的名字。哟，这是你写的？玉丫头点头，小脸上满是自豪。是娘教的？我家玉儿就是聪明，一教就会了。小丫头得了夸奖，又被周应怀逗着，开怀大笑着，半天都停不下来。小片刻后，周应怀瞧见少宇扔了手里的书，闷头跑了出去。以后你的书自己读，不要给哥哥看见了。玉丫头的高兴劲儿还没过去呢，笑嘻嘻地问道：为什么？哥哥不爱看书。父亲从屋里走出来，刚好听见这一句。周应怀去屋后忙自己的事情，等人走了，父亲才把玉丫头喊到跟前来，问刚才的事情。你把字写给哥哥看了？写了，按照娘你教的说的，只是哥哥好像有点不高兴。干得好，等明天。哎，周少宇！春生乘凉从远处跑来，手里拿着竹篮，一脸的兴奋。我们要去抓鱼，你去不去？少宇声音闷闷的，一点劲都没有。不想去。春生一把拉住他。今天天气好，衣服湿了很快就干了，抓了鱼也能给你娘补身子，多好啊！乘凉也在旁边帮着腔。就是，我可是听说了，你抓了2只山鸡呢，山鸡都能抓到，难道还捉不住鱼？哎，走，等你又抓了2条回来，你爹娘还不知道怎么夸你呢。少宇心动了，玉丫头写字被夸奖，她也想要被夸奖啊！她是大哥，理应要比妹妹得更多的夸奖才是。3个孩子在河边玩了一阵，还真每个人都拎了条大肥鱼回来。村里不少人眼红，问他什么时候学的抓鱼的本事了。乘凉指过来：是朱少宇帮我们抓的，他可厉害了，一抓一个准儿。他一边说着，还一边学着少宇的动作，把大伙儿都给逗笑了。还有一些人看着少宇赞赏不已，说他又会上山又会下水，小小年纪就会养家了。他也是小孩子，听了3两句话就挺直了脊背，满脸的自豪。周少宇！听见这一声，少宇瞬间收敛了脸上的得意，拎着鱼跑回去了。爹，我抓了鱼。周应怀没应声，只是站在原地与那边的几位大人点了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之后就带着少宇走了。要是放在以前，准要有人说周应怀的坏话，说他眼高于顶，看不起别人。可在周应怀不费吹灰之力抓了狐狸，保住了大伙儿的鸡后，村里再也没人敢说他的不是了。离了人，周应怀蹲下脚步，少宇闷着头往前走，听见周应怀喊他，才回头。你刚才在得意吗？少宇心里咯噔一下。我没有。我看见你嘴角翘起来了。周应怀声音微冷，听得少宇的心亦是往下沉了沉。他心虚地低着头，半个字都不敢搭。不过就是抓2条鱼，
抓2只山鸡野兔，被别人夸赞2句，这就够你得意的了。周少宇，你这辈子就准备拿这些过一辈子？小小年纪，只因为这么3、2句话就自扬得意，那你将来也就只有这么点出息了。周应怀这话一点不客气。我没有。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清楚。丢下这句话，周应怀径直走了，错身经过他身边时，眼皮子都没抬起来过。少宇在原地站了片刻，才捏紧了拳头，跟着他回到了家里。刚才跟玉丫头争执的地方干干净净，书早就被收起来了。他把鱼扔在盆里，还没等休息会儿，又被周应怀叫到了屋后。周应怀指着地上那堆木头，让他帮忙。父子俩忙活一阵，等陈婆子把饭菜做好，2个人才回来洗手吃饭。哎，不行，这东西寒性大，你可吃不得。喏，这个好，你现在就该多喝汤。是要多喝些。娘，你的耳朵又红了。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谁知这一出门，自然就听见了周应怀要宴请全村人吃满月席的事情。请全村人？周应怀家呀？对呀，张嫂，你不知道吗？全村人都知道他们一家跟周家的关系，越是这个时候，越是有人凑热闹。呀，张嫂，周应怀没请你啊？听说他家可是要在村里摆流水席的，到时候人多，你坐那儿吃饭，他能看得见？张婆子瞬间黑了脸，转身就走了。你惹他干什么呀？哼，人家却毫不在意。哼，他能拿我怎么样？还能让他那个姑爷来打我不成？闻言，所有人又哄笑起来。已经走远的张婆子顿住了脚步，身子气得发抖。等回了家，恨不得把周家祖上3代都一块骂了。一抬头，见秀芳正站在门口看着自己。你说说，周家这不是针对我们是什么？你说说，周家这不是针对我们是什么？就算不说我们2家的交情，咱们也是一个村子里的人吧。他周应怀能把所有人都通知到，就唯独剩下我家没喊，这不是针对是什么？我家大有差点没命了，但凡有点良心的，总要问上2句吧。他倒好，他家竟然还想办喜事，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人呢？他就是故意的，怕是连药材都是他家故意告诉我错的。周家简直欺人太甚。秀芳皱了下眉。娘，草药的事儿你不是问的春生爹吗？那还不是从周应怀他们那儿听来的。春生家、程良家还有其他人，他们知道周应怀家顿顿能吃肉，巴不得跑周家给人提鞋，人家说什么他们就是什么了。大有受伤，你忙前忙后的折腾，肚子半点事儿都没有。他父亲随便一动就喊肚子疼，最后还不是好端端的生了，根本就是装疯卖傻，把我们所有人都骗得团团转。你说说你，半点心机都没有。如今他们把我们家欺负成这样，你竟半个屁都憋不出来。张婆子气恨不过，抬手狠狠戳了一下他的脑门。这么多年真是白养你了，等我宝贝大孙子生出来，指不定被你教成什么窝囊样子呢。他知道自己窝囊，但是他的儿子不能窝囊啊，绝对不能。隔天，陈婆子做了早饭，一家子吃过之后，才跟周应怀商量起了宴席上该用的东西。你去问他，我们家都是由他主内的。说罢，又去屋后忙着自己的事情了。可不过片刻，周应怀又出来了，说是要去山上砍些木头回来。他说干就干，直接出了门。陈婆子想起正事儿，忙进主屋里跟傅青商量起来。傅青给玉丫头打了个眼色，玉丫头会意，抬着书本大声朗读着今早上傅青交给她的那2篇启蒙文章。少宇本打算要去屋后帮周应怀做东西的，听见玉丫头读起书，又留了下来，
故意在院子里找些事情做，就在玉丫头附近摸摸这个摸摸那个，看起来是忙得要命，其实啊，什么事情都没干。傅青悄悄收回目光，抿着笑，装作什么都没看见。陈婆子见他弯唇笑，又不知道他在笑什么。哎，我说乐安娘，你笑什么呢？有没有听见我在说话呀？傅青这才收了心思，敛下脸上的笑意。他不懂坐席的事情，只能陈婆子说他给意见。咱们村里好多年没有这么热闹过了，你好好跟着周应怀过日子，下回村里再这么热闹啊，恐怕就是你家3个孩子嫁娶办喜事的时候了。傅青也跟着笑了笑，可下一刻，刚在心里回过味儿来的他立马僵住了笑意。陈婆子说的是热闹，而昨天周应怀与他说的是隆重。乡下人家喜事儿办得再热闹，也说不得隆重2字，那明明是大户人家才适用的话。周应怀他以前过的难道是富贵日子啊？又或者是少宇跟玉丫头的亲娘身份地位不低，所以周应怀是个入赘的，所以才这样能吃苦啊。乐安他娘，你怎么又听出神了？算了算了，就先按照我们说的这些来，后头若是再有变动，我再过来跟你商量。院子里，玉丫头朗朗的读书声更大了一些。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玉丫头小手指画在书本上，读书时候摇头晃脑，颇像那么一回事儿。陈婆子满心欢喜，连连点头称赞。玉丫头真有出息，不仅认字，还能读书。得了夸奖，玉丫头甜甜地回了一声：“谢谢陈奶奶。”一声冷哼来自周少宇：“哼，他的手指头都没按在字上，读哪门子书？”玉丫头憋红了小脸：“你乱讲，我按在字上面了。”少宇双手环抱胸前，像个小大人：“你没有，我亲眼看见了，你的手就是乱指的。”“我没有乱指，我都指在字上面的。”说罢，玉丫头抬着书本端到了少宇跟前，一字一顿地念给他听：“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回玉丫头倒是没指错，小手指依次地指认在每个字上。读完一遍之后，她还把每个字该先写哪一笔哪一画都告诉了他。陈婆子是赞赏不已：“玉儿果然聪明。”少宇没应声，两只眼睛依旧紧紧地盯在书本上，对周遭的一切声音罔若未闻，更加不知道陈婆子是什么时候回去的。这时玉丫头突然把书往少宇手里一塞：“我去找云姐姐玩，你在家照顾娘。”少宇看着手里的书，他想读书。日子过得很快，转眼间傅青已经出月子了，而这段时间周应怀早出晚归，每天都能从山里带些猎物来，过着别人眼红的日子。趁着周应怀不在的时间里，傅青教着玉丫头识文认字，玉丫头又找各种方法把字交给少宇。短短几天时间里，两人已经认全了半本书的字。这一日吃完了晚饭，周应怀把早就准备好的钱袋交给陈婆子，让她明天多操持这些。陈婆子笑呵呵的接下了采买的任务。这1个月的时间里，陈婆子早把乐安当成了自己的亲孙女儿，对傅青也越来越满意顺眼。明天就要办满月席了，她可得上心些。远处李姓媳妇儿啧啧2声：“瞧着陈婆子那张脸，笑开花了都。那钱袋子都装满了吧？这得多少钱呢？”“要我说，有这钱呐，还不如在镇上买间大房子。
往后就不用种地了，还办什么满月席呀？去，你懂什么呀？人家有钱，人家高兴，碍着你什么事儿了？再这么说，你明天别来吃饭了。陈大娘，其他几个人还没来，要不咱们直接上门说去？成，有些东西今儿个晚上就得备好了，各家有的东西都拿出一些来，算是周应怀跟他们买的。只要顺手帮帮忙，能赚钱还能吃饭，这谁不乐意啊？说罢，两人相约着又去了别家。你这段时间在屋后就是忙活这个？哎，都是打磨过的，一点毛刺都没有。又在外头晾了这么久，一点木头味道都没有了。啊，还很结实。行了，一会儿把孩子吵醒了。试试。你给我买了新衣。去试试。你先出去。你还有哪儿我没见过？大白天的，你说什么胡话呢？天早黑了。别闹，明天还有事儿呢。我没闹啊。天冷，想抱着点。切，胡说！现在那已经是夏天了，热得慌。这女人，哎呀，真是要了他的命了。他好歹也是个正常男人吧？要不是心疼他刚出月子，没准过几个月又能生出个娃娃来。天还没亮时，周应怀已经出了门。不多时，院子里已经热闹起来了。傅青下意识地望向少宇，见他在院子里翻找一阵，最后拿了个竹篮，这才罢手。门口除了春生、程良外，还有几个这几天跟他们一块玩的孩子。大早上的水太冷了，你们等会儿再去玩。门口等着的几个孩子吵吵嚷嚷，催着少宇快些，早些捕鱼回来，一会儿他们才好做饭。丢下这么一句，少宇就这么领着一帮孩子跑了。玉丫头拿着书本过来，翻到新的那一页。娘，该读书了。今天休息，可以不用读书了。不行，哥哥认识的字马上要比我多了，我不能被他比下去。你怎么知道他认识的字比你还多？只见小丫头指着新的这一页。这一页，昨天晚上我看见哥哥都会读了。傅青仔细看，这才发现眼前这本已经不是三字经了，而是另外一本启蒙书，叫《弟子规》。玉丫头连三字经都没学完呢，少宇已经能自己读《弟子规》了。哟，你家还让玉丫头念书啊？我已经会了。周应怀真是有本事啊，家里日子这么好过，连个小丫头也舍得花钱买书来读。这村里呀，也就你家最有出息了。这一声话出来，大伙儿都不吝夸赞。玉丫头扬着头很是自豪，只有傅青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哎呀，咱村里可没几个会认字的。我说傅妹子，你跟周应怀真的会识文断字啊？那你家教一个也是教，教两个也是教，要不我儿子能不能也跟着来学学呀？哎，对，我家孩子能不能也来跟着听听？我家孩子皮一些，不过他要是不听话敢捣乱，你就打，放心打，只要打不坏，你怎么打都成。有人起头，剩下的也都厚着脸皮提了要求，慌得傅青连连摆手，解释说自己能力不行，只能教几个字而已，多了就不行了。周应怀本就不愿意家里孩子读书，同意玉丫头不过是为了满足孩子属鸡的愿望而已。再说了，他傅青没受过这个时代的教育，可不敢乱教人啊。这些人把傅青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地劝着。傅青插不上嘴，更加是逃不出去。最后还是陈婆子过来把人打发走，他这才松了一口气。陈婆子笑得合不拢嘴，大家也就跟着乐呵乐呵，哪能真的烦你了？不过等你家少宇有了出息后啊，倒是可以回村做个教书先生。都有出息了，肯定要去考状元的，哪能回村做个教书先生？这身衣服好看，是周应怀买的吧？他是真心疼你，
你可要跟他好好过日子。我会的。几个孩子回来的很快。哎，回来了！原来是周应怀和春生爹回来了。两人身后是一辆不知道从哪儿借来的板车，车上五花大绑着一只膘肥体壮的大肥猪。好家伙，这得多大的手笔！这周应怀这是赚了多少钱？竟然直接买了一头猪！这是干什么？要杀猪啊！这是干什么？要杀猪啊！真要杀猪？我可好几天没吃肉了，今天可算开荤了。议论声中，周应怀跟春生爹已经把绳子解开，肥猪得了自由，闷头乱撞，吓得村里女人们早跑到了远处。看着男人们手慌脚乱地抓猪，一边哄笑一边惊叫，好不热闹。听着外头的声音，傅青都惊了，周应怀竟然买了一头猪啊！这得花多少银子了？周应怀正要跟陈婆子交代些什么，傅青抱着乐安正要过去说两句，没想到肥猪突然冲进了家里，吓得院子里的大伙儿惊叫着躲开。周应怀眸心一沉，抬脚走过去，面对发狂的肥猪没有一点惧怕。刚才这么多男人都抓不了摁不住的肥猪，却被周应怀轻松制住。院子里的女人们都不敢置信地揉了揉眼睛。刚才周应怀是怎么出手的呀？根本没看见呐。可是见过猪跑，猪肉也是吃过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杀猪呀。这些人还在犹豫时，却听猪嘶叫了一声，身子剧烈挣扎，男人们齐力摁住，等肥猪消停下来，摁在后头那几个才知道，刚才是周应怀给猪放血呢。几个男人擦了把汗，悻悻地看着那头没了动静的肥猪。我的个乖乖，真不愧是猎户啊，连眼皮子都不眨一下，就把这畜生给收拾了。刚才我听见孩子哭了，吓着他了。周应怀看过去，襁褓中乐安睁着眼睛，眼里还有些失意，小嘴紧紧抿着，一副委屈的样子。他心疼不已。哎呦，真吓着了，怨我啊！你怎么买头猪回来？花了多少银子？办喜事做宴席肯定要杀猪的。你我成亲时办的草率，玉丫头满月时也没热闹过，连带着少羽的份儿，现在就是4份喜事了，自然得办得更大一点才好。银子花的不多，才2两而已，连着其他事宜大概是2两150文钱。但银子吧是周应怀赚的，家呢是他养着，他想热闹就由他了。衣服好看。周应怀应了一声，又见他从怀中取出一样东西，插在了傅青的发间。这个不值什么钱，等以后我又赚了钱了，再给你买更好的。傅青心一暖，鼻尖一酸，差点哭出来。虽然你出了月子，但今天是喜事儿，可不能掉眼泪。说罢，周应怀便过去帮忙了。夏长老，花花他们是不是也要被杀掉？傅青帮他重新弄了弄头花。不会的，花花要留着下蛋的。花花他们是你的鸡，没有你的允许，谁都不敢伤害他们。小丫头的眼神重新亮起来。真的？真的。秀芳刚给王大有换了药，正清扫了狼藉出来，瞧见他娘，忙问道：娘，刚才是什么动静啊？能有什么动静？周家杀猪的动静。张婆子重重把门砸上，满是不甘。一头猪少说也得2两银子吧，就卖个野鸡野兔能赚多少钱呢？还请全村人吃饭，装得真阔气。这顿下来少说也得4、5两银子，他一个猎户能拿出这么多钱吗？谁知道是干了什么偷鸡摸狗的事儿？没准儿啊，就是去别人家偷的呢。呸！张婆子气恨不过，又在地上呸了一口，这才作罢。见秀芳杵在那里不说话，穷大方，莫不是买了什么有病的猪来充脸面啊？周应怀宴请全村，
虽然没有要求送礼，但大多数人都没好意思吃白食，多多少少的都送了些鸡蛋粮食。申时，村里的道上已经摆上了桌椅，陈婆子吆喝着一帮女人们把饭菜都摆上，傅青高兴的嘴角根本压不住。扫了一圈，不见秀芳一家，找不见周应怀，他便去问了陈婆子。陈婆子板着脸，管他家干什么？我就是故意没告诉他家的，他家的事情你别管了，大喜的日子你照顾好孩子就是了。他忙得很啊，不耐烦地丢下这么一句，又去忙自己的事情去了。傅青走到门口，又往秀芳家的方向看了一眼，那边冷冷清清，与周家门前的热闹简直就像两个世界。犹豫片刻后，傅青去了一趟厨房，端着一碗炖得软烂的红烧肉，趁着大伙儿忙碌，领着玉丫头出去了。快到秀芳家时，傅青才把碗端给玉丫头，示意她送过去。小奶奶，姑娘让我送来的。张婆子往外头看了看，没看见傅青的影子，只看到周家门前的热闹。奶奶，我家可没礼送啊！傅青从墙角处走出来，喊着玉丫头回家。下回娘去镇上给你带好吃的。